今天華爾街幾乎已經全面擁抱比特幣，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把它包裝成新的投資產品，各國監管機構開始承認它的合法地位，越來越多的人把它稱作數字黃金。但如果你問30年前創造這一切的那群人，他們大概率會覺得這一切更像是一場失敗，因為比特幣最初的目標從來不是進入華爾街，它真正想做的是取代華爾街。它不是為了成為一種投資品，而是為了建立一個任何政府、任何銀行都無法控制的貨幣體系。更準確地說，它想成為一場數字時代的革命。這場革命第一個真正讓他走進現實世界的人，是一位曾經被判處終身监禁外加40年刑期，本以為会把牢底坐穿，卻又在加密力量徹底滲透主流政治的今天，奇蹟般獲得總統特赦、重獲自由的年輕人羅斯烏布利希。他曾經創建了暗网最大的黑市絲綢之路，他們共同構建了比特幣歷史上最重要也最充滿爭議的一段歷史。今天我們就翻開一段屬於真正數字加密时代的建國史，去認識一群曾經試圖用密碼學重建世界秩序的人——密碼朋克，以及他們那場轟轟烈烈最終卻走向黄昏的偉大社會實驗。比特幣到底成功了，還是背叛了自己？要把這個故事講透，我們需要把時間撥回30年前的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那時候互聯網還處於嬰兒期，萬維網剛剛誕生。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互聯網還只是一個瀏覽靜態網頁、收發電子郵件的工具，是一個充滿陽光和烏托邦色彩的新世界。但有一群人，他們提前看到了數字时代的陰暗面。他們意識到，當人類社會的所有行为、溝通、交易、閱讀，甚至思考都被數字化後，如果底層缺乏一種保護機制，那麼政府和大公司將擁有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監控權力。在那個年代，密碼學基礎，尤其是公鑰密碼學，是被美国政府牢牢壟斷的。這種可以把信息加密成亂碼的技術，被美國國家安全局列為與坦克、導彈同等級別的軍火。如果你敢私自把高級加密算法的源代碼帶出美國國境，你面臨的可能將是長期的牢獄之災。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1992年，在舊金山灣區的一場聚會上，3個極客埃里克·休斯、蒂莫西·梅、約翰·吉爾摩成立了一個名為密碼朋克的邮件組。在這個最初只有幾十個人的賽博地下組織裡藏龍臥虎。後來加入這個郵件組的人包括維基解密的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BT 下載的發明者布拉姆·恩科、智能合約概念的提出者尼克·薩博，當然還有多年後比特幣的發明者中本聰。1993年，埃里克·休斯發表了那篇著名的密碼朋克宣言。宣言開篇的第一句話成為了整個加密行業30年來的精神圖騰：隱私是電子時代開放社會的必需品。密碼朋克們認為，要實現絕對的自由，僅僅加密信息是不夠的，你必須把人類社會最重要的權利從國家機器手裡奪回來，那就是對貨幣的發行權和控制權。他們需要一種絕對匿名的、不受任何中央銀行控制的，甚至不可追蹤的數字現金。這是一场漫長而絕望的30年試錯。早在1989年，大衛·喬姆發明了 eCash， 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嘗試數字貨幣。它具備了驚人的隱私保護功能，但遺憾的是，它依賴於一個中心化的公司來運行。當大衛·喬姆的公司在1998年破產時， eCash 也隨之灰飛煙滅。這給密碼朋克們上了一課：任何有中心化實體的系統都極其脆弱。隨後，亞當·巴克為了解決垃圾郵件問題，發明了 Hashcash， 這也就是後來比特幣工作量證明機制的雛形。戴維提出了 BitMoney 的構想。尼克·薩博設計了 BitGold， 哈爾芬尼發明了可复用的工作量證明。一代又一代的密碼朋克前赴後繼，他們就像是在黑暗中摸索的煉金術士，手裡攥着各種密碼學的基礎構建，卻始終無法跨越最後一道天塹，那就是在沒有中央服務器的情況下，如何防止一筆數字貨幣被複製和雙重支付，也就是著名的雙花問題。直到2008年的聖誕節前夕，中本聰在密碼朋克郵件組裡拋出了那份只有9頁紙的白皮書。比特幣這個站在無數極客肩膀上的終極聖杯終於降臨了。它巧妙地利用了區塊鏈和共識機制，徹底解決了去中心化網絡中的信任問題。聖杯雖然鑄造成功，但在最初的日子裡，它一文不值。我們都聽說過那個用電腦挖出幾萬個比特幣去買2個披薩的故事。對於大眾來說，這只是一個極客圈子裡的極客玩具。所以比特幣需要一個場景，一個能讓它真正流轉起來，展現其抗審查威力的場景。這個時候，比特幣遇到了它一生中最危險也最致命的伴侶——洋蔥網絡 Tor。簡單說，洋蔥網絡的作用就是可以隱藏用戶的 IP 地址和物理位置，而比特幣可以隱藏用戶的真實身份和資金流向。當絕對的暗網遇上絕對的暗流資金，一個不受任何人類法律約束的自由烏托邦誕生了。
這就引出了我們故事的另一位主角，也就是開頭提到的那位經歷了終身监禁到最終被釋放的傳奇人物羅斯·烏布里希。羅斯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罪犯，他是一個物理系的高材生，一個極度狂熱的自由主義哲學家。他信奉一種叫做阿格拉主義的激进政治哲学。这種哲学認為，推翻政府暴政的最佳方式不是通過暴動，而是建立完全不受稅收、不受監管的地下黑市經濟，從內部抽看國家的權力。2011年，羅斯在暗網上創立了絲綢之路，他給自己取了一個極具浪漫主義色彩的網名——恐怖海盜羅伯茨。在他的設想中，絲綢之路是一個完美的自由市場實驗。在這裡，只要交易雙方是自願的，沒有任何暴力強迫，那麼無論你交易的是什麼，哪怕是毒品，政府也無法干涉。早期的絲綢之路真的像一個烏托邦，羅斯甚至制定了規則，禁止交易兒童色情、殺人合同和被盜的信用卡，因為這些行為傷害了無辜的第三方。這裡的賣家極其講究信譽，買家可以像逛亞馬遜和淘寶一樣留下評價。在這個完全匿名的世界裡，比特幣成為了唯一的流通貨幣。絲綢之路的爆發直接為比特幣帶來了第一批擁有極其強烈交易的剛需用戶，比特幣的價格開始有了實質性的支撐，這是比特幣真正走向現實世界的第一步。但是羅斯低估了人性的幽暗，他也高估了所謂絕對自由的承受力。當一輛列車完全失去剎車時，它只會駛向深淵。絲綢之路很快失控了，它變成了全球最大的毒品、違禁藥品和武器的集散地。大量的成癮者在這裡交易毒品，甚至導致過量死亡。更諷刺的是，羅斯本人這個曾經懷揣着高尚哲學家理想的年輕人，在這個黑暗帝國的權力巔峰，也逐漸迷失了。當絲綢之路遭到黑客勒索，當有內部人員試圖捲款跑路，並威脅要向警方泄露用戶名單時，為了保護這個帝國，羅斯跨過了那條絕對的紅線。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後來截獲的暗網聊天記錄，羅斯涉嫌在暗網上僱傭了殺手，試圖暗殺那些威脅到絲綢之路的人。雖然這些暗殺最終被證實是黑客騙取羅斯資金的騙局，並沒有人真正被殺，但這足以證明，在那個沒有規則的黑暗森林裡，屠龍少年最終也長出了惡龍的鱗片。美國政府徹底震怒了 ，FBI、缉毒局、國土安全部、美國國稅局展開了史無前例的跨部門聯合绞殺。抓捕行動在2013年的舊金山公立圖書館迎來了高潮。探員們知道，羅斯的筆記本電腦經過了最高級別的加密，一旦合上屏幕或者斷電，所有的證據最終都會永久鎖定。那天下午，2名便衣探員在圖書館裡假装情侶吵架，突然引發了一場巨大的騷亂。就在羅斯轉移注意力，轉頭向身後的那一瞬間，另一名探員迅速撲向桌面，一把搶過了羅斯那台處於解鎖狀態，並且還登錄着絲綢之路的筆記本電腦。這個年交易額數億美元的暗網帝國隨之轟然倒塌。這也是美國政府對密碼朋克發出的最嚴厲的警告：交出你的代碼，或者交出你的一生。但這恰恰是整個故事最充滿黑色幽默的地方。在獄中度過了漫長11年後，在2025年，這位曾經的國家公敌竟然獲得了美國政府的無條件特赦，羅斯重獲了自由。表面上看，這是一場漫長抗爭的勝利，但扒開內核，你卻能看到歷史上那巨大的諷刺。政府之所以願意釋放它，是因為今天的加密貨幣早已擁有了足夠龐大的資本，能影響華爾街的 ETF， 甚至能影響總統的選票。絲綢之路的倒塌和羅斯的最終獲釋，共同構成了整個加密歷史的分水嶺。在這個事件中，政府發現了一件極其重要的事：他們確實無法摧毀比特幣的底層數字代碼，但只要把比特幣拉入現有的遊戲規則，他們就可以掌握使用這些代碼的人。密碼朋克們在設計比特幣時留下了一個致命的阿喀琉斯之種，也就是比特幣並不是真正的匿名，它是偽匿名的。你的名字雖然不写在區塊鏈上，但你所有的轉賬記錄都是不可篡改的、永久的、完全公開的記錄在全網的賬本上。而這也催生了一個全新的100億美元產業。像 Chainalysis Science 這樣的公司崛起了，他們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和複雜的图譜分析算法，把現實世界的身份和鏈上那一串串地址死死綁定了在一起。在今天，如果你用比特幣進行洗錢或者非法交易，一旦你在任何一個交易所套现，或者你的設備留下 IP 痕跡，警方順藤摸瓜抓住你的概率可能比追蹤現金還要高得多。因為現金不會在網絡上留下永久腳印，而比特幣會。不過，雖然絕對匿名的神話破滅了，但密碼朋克的反抗並沒有結束。既然比特幣的賬本是透明的，那就想辦法把它攪浑。於是，像門羅幣這種在底層徹底隱匿交易金額和地址的隱私幣誕生了，像 Tornado Cash 這種部署在以太坊上的混幣器誕生了。成千上萬的人把以太坊丟進這個智能合約裡，合約利用零知識證明技術把這些資金的來源和去向徹底切斷，然後再由用戶用一個全新的地址提走洗乾淨的幣。
這本來是密碼朋克為了保護普通人隱私而開發的終極防禦武器。例如，你捐款給某些敏感組織，你不想讓別人看到你的錢包餘額，你就可以使用它。但這把武器不可避免地落入黑客的手中。朝鮮的頂級黑客組織拉薩路集团利用 Tornado Cash 洗白了從各大中心化金融協議裡盜取的數十億美元資金。2022年8月，美國財政部下屬的海外資金控制辦公室 OFAC 做出了另一個加密歷史上最具爭議也最具冷血的決定，他們直接制裁了 Tornado Cash， 不是制裁某個人，而是史無前例的把一段開源的智能合約代碼列入了恐怖分子跨國毒梟的制裁名单。任何與這個地址交互的美國公民都將面臨刑事指控。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荷蘭和美國警方直接逮捕了 Tornado Cash 的核心開發者阿列克謝·佩爾采夫和羅曼·斯托姆。這在整個 Web3 和開源世界引發了一場劇烈的大地震，它觸及到了數字時代最核心的意識形態衝突，那就是寫一段保護隱私的數學公式究竟算不算自由言論？開發者只是寫出了一把極其鋒利的刀，將其開源放在了桌子上，有好人用它來切菜，有壞人用它來殺人。如果按照现有的逻輯，造刀的人必須為殺人犯的罪行承擔幾十年的牢獄之災。這實際宣告了，在美國的監管體系下，絕對的隱私開發權已經被剝奪了。這就是屬於密碼朋克的黃昏。今天，當我們重新審視這個行業時，你會發現一種極其荒誕的割裂感。我們看看今天幣圈最大的流量在哪？在那些要求你手持身份證、進行嚴格人臉識別的中心化交易所裡，在華爾街那些需要層層審批的現貨 ETF 裡，而很少有人去思考這是推翻法幣的革命。當然，這肯定也談不上錯啊，只是密碼朋克當年所追求的隱私、抗審查、去信任化，已經被大多數渴望在牛市裡撈一筆的大部分人拋在了腦後。比特幣背叛了密碼朋克嗎？也許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的。它似乎變得越來越像一個龐大而透明的金融機器，成為了現有全球秩序的一部分，看起來好像離顛覆者越來越遠。不過，這也並不意味着密碼朋克的精神已經徹底死亡。那些真正的硬核極客也並沒有消失，他們退到了更深的地下去尋找新的突圍方向。如果你關注我頻道的其他影片，你會發現，今天整個區塊鏈行業最頂級的大腦正在瘋狂研究零知識證明、全動態加密以及去中心化物理基礎設施網絡 DePIN。他們在做的事情就是用比當年比特幣複雜10000倍的密碼學數學魔法，在保留合規性的同時，為普通人重新支起一件件可以对抗超級計算監控的隱身衣。這場關於隱私、自由與權利的戰爭並沒有結束，它只是進入了更高維度的代碼戰場。最後，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如果今天你的手裡掌握着一項可以摧毀現有金融監控體系、賦予每個人絕對資金隱私的技術，你明知道這項技術一旦發布，它既能保護那些被壓迫的無辜者，也必定會成為毒販、恐怖分子和黑客洗錢的完美工具，你會選擇將它鎖進潘多拉的魔盒，還是毫不猶豫地把它交給全人類？你覺得現在的比特幣是走在了正確的進化之路上，還是已經背叛了中本聰的初心？在評論區告訴我你的想法。好，我是 Aaron。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內容，別忘了點讚、訂閱我的頻道。我們下期再見，拜拜。